国台办周三举行例行发布会，回应近期热点。针对有关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明确提到，清单上绝不指苏贞昌、尤锡坤、吴钊燮这3人。对于深圳卫视记者提问有关台湾远东集团违法违规被处罚一事，朱凤莲指出，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企业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给台独顽固分子充当金主、提供金援。针对台湾媒体担心此事会否造成台商寒蝉效应，朱凤莲就表示，我们欢迎和支持台胞台企来大陆投资发展，依法保障台胞台企正当权益的立场和态度没有改变。希望广大台胞台企明辨是非，站稳立场，与台独分裂势力划清界限，以实际行动维护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11月5号，国台办曾点名苏贞昌、尤锡坤、吴钊燮等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将这3人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宣布进行惩戒。当时就有舆论指出，一个“等”字给了外界想象空间。时隔不到20天，国台办周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针对清单提问尤锡吴3人是否只是第一批时，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回应表示，苏贞昌、尤锡坤、吴钊燮等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挑动两岸对立，破坏两岸关系，图谋分裂国家，危害台海和平，我们依法对其实施惩戒。可以明确的是，台独顽固分子清单上绝不止这3人。我们也注意到，近期有个别台独分子跳得挺高，甚至声称呢对未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感到遗憾。别着急，有他们真正遗憾的时候。周一，上海、江苏等5省市执法部门对台湾远东集团在当地投资企业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查处。深圳卫视记者在周三国台办记者会上就此提问具体情况。朱凤莲介绍，近期上海、江苏、江西、湖北、四川等5省市有关执法部门开展执法检查，发现台湾远东集团在当地投资的化纤纺织、水泥企业在环保、土地利用、员工职业健康、安全生产及消防、税务、产品质量等方面存在一系列违法违规行为。有关执法部门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程序，对涉事企业进行了处罚。据初步了解，现已处以罚款及追缴税款约4.74亿元人民币，并收回了其中一家企业的闲置建设用地。查处工作仍然在进行当中，相关企业违法违规的情况和予以处罚的法律依据，按照法定程序公布在了相关执法部门的网站上，大家可以去查询了解。实际上，在11月5号，国台办点名苏贞昌、尤锡坤、吴钊燮3人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的同时，就强调，绝不允许其关联企业和金主在大陆牟利。岛内舆论随即猜测称，大陆对台独关联企业和金主动真格了。远东被重罚与国台办宣布惩戒台独顽固分子有关。对此，深圳卫视记者也进行提问。之前，国台办表示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关联企业和金主在大陆牟利，那具体会采取什么措施？依法打击台独顽固分子及其关联企业和金主，根本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两岸同胞的切身利益。我们鼓励支持两岸正常的经贸往来，依法保障台胞台企的合法权益，但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企业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给台独顽固分子充当金主、提供金援。对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和金主，我们依法采取必要措施予以严惩。值得一提的是，岛内媒体近日在报道中频繁提到远东集团是民进党最大金主之一。台湾联合新闻网就报道称，远东集团是台湾政治现金大户，2020年选举中曾给47名蓝绿民代参选人砸下5800万元新台币，政治现金额高居榜首，相当于第2名到第7名政治现金总和。报道称，2018年苏贞昌竞选新北市长时，其金主有联彬塑料、丰兴钢铁、亚东证券和庆达投资等，其中的亚东证券就是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家族旗下企业。2016年，苏贞昌女儿苏巧慧首次参选，拿到19家公司赞助的2039.8万元新台币，其中就包括远东集团的200万元新台币。
远东集团受处罚也是周三国台办发布会上众多台湾媒体关注的重点。台湾东森电视台记者提到，台湾有很多人担心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支持两岸发展或支持大陆的台商返台投资。台湾联合报记者提问，台湾远东集团被大陆依法查处，是否会造成台商寒蝉效应，影响两岸经济融合和扩大两岸经济交流合作？台湾东森新媒体以及 TVBS 记者的问题则更加具体。有舆论认为，大陆依法惩处台湾远东集团，不只打民进党，也打国民党。台湾500家大企业，近80%在大陆都有业务，选举时都会向蓝绿捐款，差别就在于比例高低。大陆依法查处台湾远东集团，大家想知道这个制裁名单的政治现金金主是否有更明确的界定？朱凤莲在回应相关提问时就强调，我们从不介入台湾地区选举，依法打击台独顽固分子以及关联企业和金主，是为了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为了维护两岸同胞的切身利益，为了打击和遏制台独分裂活动。我们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的关联企业和金主在大陆牟利，绝不允许台企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在岛内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干吃饭砸锅的事。这个态度是明确的、一贯的。在大陆有投资的台湾大企业呢，对此是心知肚明的。相信这些企业的负责人对该不该捐助台独顽固分子是有清醒认识的。朱凤莲表示，对台独顽固分子及其关联企业和金主，会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予以精准打击。我们欢迎和支持台胞台企来大陆投资发展，依法保障台胞台企正当权益的立场和态度没有改变，愿意率先与台胞台企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为台胞台企提供更多同等待遇，持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更多造福两岸同胞。希望广大台胞台企明辨是非，站稳立场，与台独分裂势力划清界限，以实际行动维护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在今天的国台办记者会上，有关大陆对台湾远东集团的处罚引发了台媒的高度关注。朱凤莲在回答我和其他台媒记者的提问时强调了3点：一是这些企业确实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执法部门是依法处罚；二是我们支持台胞台企来大陆发展的立场没有改变；三是不允许台胞台企在大陆赚钱，给台独顽固分子当金主。大陆方面的立场与划线已经很明显了，明辨是非的台企应该知道怎么做出选择。对于台湾媒体提到的在台湾选举中台企对蓝绿都押宝是目前政治生态的常态，并不代表企业主的政治倾向说法，闽南师大两岸一家亲研究院名誉院长王建民对深圳卫视表示，台湾很多企业在经营政商关系多数在两边押宝，远东集团对国民党的投资象征性安抚性较强，但对民进党当局的支持是数额巨大的，而且远东集团不时刊登广告支持蔡英文、赖清德当选，配合其他民进党政客的政治活动。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陈星则对深圳卫视表示，在陆台企两面押宝的确是常见现象，但不意味着给台独输血是合理的。像远东集团这样大规模支持台独政客的行为，并不是用两面押宝能解释得通的。我们针对的是台独势力，我们针对的是支持台独的这个金援行为，而不是说正常的这个经商呢，我们也一概反对。所以说，如果是说没有支持这个台独的行为，那会产生什么寒蝉效应呢？针对大陆依法惩处台湾远东集团，台陆委会妄称这是恫吓台商，并会提出一些所谓反制措施。朱凤莲对此表示，我们密切关注有关动向。大陆方面依法对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实施惩戒，态度明确，立场坚定。岛内一些势力公然为台独分子撑腰张目，必然遭到应有的打击。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应该低估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王建民认为，台当局对大陆的投资限制非常严格。总体来看，大陆企业在台湾的投资有限，因此即便台当局要进行所谓反制，影响也有限。在回答如何解读党的第3个历史决议当中涉台内容时，朱凤莲表示，中国共产党致力解决台湾问题，促进祖国统一的历史进程，是中共100年奋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决议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始终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汇聚包括广大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磅礴力量，有力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担当，阐明了在民族复兴进程中坚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任务要求，为进一步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指明了方向。针对决议，台湾方面陆委会大放厥词，声称将以不屈服、不冒进的态度处理两岸问题，还鼓吹呼吁大陆方面尊重现实与台湾民意的论调。朱凤莲对此表示，民进党当局歪曲污蔑决议相关内容，暴露了其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的政治本质。5年多来，民进党当局不断地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行谋独挑衅。他们否定9·2共识，否定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不是冒进是什么？他们叫嚣所谓的两岸互不隶属，贩卖两国论，这不是冒进是什么？他们勾结外部势力，制造两岸的对立对抗，企图把台湾同胞裹挟到反中谋独的邪路上去，这不是冒进是什么？值得注意的是，台当局仍然冥顽不灵，在谋独的路上加紧与外部势力勾连。周二，美国与台当局举行的第2届所谓经济繁荣伙伴对话以视频方式举行，双方就4大议题进行讨论，其中包括半导体芯片等供应链韧性、反制所谓经济胁迫、数字经济与5G 网络安全以及科技合作，并表达所谓在全方位经济与商业议题持续深化合作的决心。美国人一直说他这个不支持台独，但是双方的这种勾连越来越紧，其实它起到的实质效果呢，就是支持了台独。那当然对此这个民进党当局是很高兴的，他想拿到更多的这个台独的生存空间，拿到更多的他的这个美国的支持。我说这就是民进党想要的。朱凤莲周三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尽管海峡两岸尚未完全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中国主权和领土从未分割。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不断进行谋独挑衅冒进，造成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两岸主流民意背道而驰。台独分裂是祖国统一的最大的障碍，是民族复兴的严重隐患。当前台海紧张动荡的总根源是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依美谋独，修宪谋独，在台独分裂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两岸同胞的切身利益。我们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出于政治私利谋独的本质，认清台独分裂活动的危害性和危险性，以实际行动反对被台独裹挟，维护自身的利益。另外，由于立陶宛不顾中方严正抗议和反复交涉，允许台湾当局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中国将与立陶宛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有台湾学者认为，立陶宛敢挑衅一个中国原则，主要是受背后美国的鼓动唆使以及民进党当局的鼓动勾连。对此，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的有关行径再次表明，其在国际上干得勾当，无论是打着民主旗号，还是以贸易合作为掩护，实质就是兜售两国论等台独主张，企图分裂国家。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我们也奉劝国际上任何挺台反华势力以台制华十分危险，是在玩火，而玩火者必自焚。近来，民进党当局频频炒作解放军舰机动态，甚至要在南北所谓决战海域举行军事操演。在周三举行的国台办例行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在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东部战区组织兵力在台湾海峡进行战备警巡和海空联合演练，是应对台独势力谋独挑衅的必要举措。我们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挫败任何人、任何势力以任何形式策划实施台独分裂活动。岛内绿媒报道称，解放军军机近期连续进入台湾西南空域，周三再次进入台湾西南空域，已经连续24天。台防务部门公布称，2021年解放军军机累计进入台临近空域207天，814架次。
值得指出的是，台防务部门曾发布消息，10月31号，解放军在台岛南北方向同时组织航空兵演练，其中1架运8反潜机、6架歼16、1架空警500组成机群进入台湾岛西南空域进行演练。同时，1架运8反潜机自台湾西南空域一路绕行至台湾东南空域。当时岛内有人惊呼：“这是要对台湾搞南北夹击。”台湾联合报周日报道，为反制解放军在台湾西南东南空海域持续操演，台防务部门已下令海空军于台湾东南空域保持常态性飞行训练，与海空战备接战操演，同时以战备侦巡舰做直管要书，在南北所谓决战海域实施海空联合截击作战操演，以全战力因应当前区域情势与严峻的敌情威胁。这个动作，我觉得是台湾的军队或者说这个台湾防务部门啊，自己给自己打气。决战海域的这个概念提出来，实际上就表示说，台军目前的这个实际上的作战能量已经非常的低，内心里透出来是他的这个就是力量的一种虚弱。有观察指出，台防务部门这种罕见调门，以往只会出现在汉光年度演习。不过，虽然口号喊得很响，以台湾海空军的实力，恐怕没有能力保持这样的常态化接战操演。之前，光是派出战斗机伴飞解放军军机的日常巡逻，台湾空军就高呼压力过大，恐造成飞行员失事，最后不得不改成雷达跟踪、广播驱离为主。美国国家利益此前也称，台空军现役主力战斗机均主要采购自20多年前，出动率一直偏低。即便是最新升级的 F-16V 战斗机，也是在原先的 F-16AB 战斗机基础上更换的雷达等设备，空中战力远不及新生产的战斗机。除了台军要在南北两端举行军事操演以外，台立法机构周二通过的所谓海空战力提升计划采购特别条例也在岛内引发争议。这项特别预算上限为2400亿元新台币，包含采购岸置反舰导弹系统、无人攻击载具系统等8个项目，而且是以对内采购自造武器为主。在这些武器里边，就是说，主要是台湾在过去20年里面所谓的自行研发的这些装备，它其实大量的是，要依靠这个从国外引进的各种各样的元器件。台湾本地来说，它只是一个系统的整合和组装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就像这个山寨机一样，它的整体水平不是很高。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也认为，这对台湾没有实际的意义，发展装备对抗大陆本身就是本末倒置的做法。现代战争的特性就是节奏快，决战时间短，而且大量消耗。比消耗就是大陆永远是在这个赢的一方，而且随着两边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个不对称的优势会更为明显。因此，台湾不失在这个有效的两岸政策，还有营造一个双赢和平的环境，拼命加强这个运实力对抗的能量。我认为这是有一点本末倒置。有观察指出，蔡英文当局推出特别预算，并非真正要搞武器制造，而是为了暂时堵住岛内不满对美军购日益增加的声音。本月初就有美国议员鼓吹军事融资帮台湾军购。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霍利2号抛出所谓的武装台湾法案，提议在2023至2027财政年度每年拨款30亿美元，加强台湾的防卫能力，以抵御来自大陆潜在的军事侵略威胁。4号，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参议员又联合提出所谓台湾吓阻法案，每年拨20亿美元外国军事融资，以强化台湾抵御所谓大陆侵略与胁迫能力。对此，台湾淡江大学学者黄介正表示，这2个法案就是变相要求台湾增加防务支出。国民党籍前民意代表林玉芳则认为，在法案里一定能看到军火工业的影子，因为美国要拓展军火工业，也要拿台湾当筹码对抗大陆。虽然台湾社会很多人觉得很开心，美国人支持，但说白了，他还是为美国的利益做服务的。而且从近期美国有议员来台湾，其实都是共和党的议员，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美国的军火来进行兜售。本周二，美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抵近跟监警戒，美方此举制造安全风险，破坏地区稳定。战区部队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反制一切威胁挑衅，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深圳卫视注意到，这是今年美军舰第11次穿航台湾海峡。
而之前几次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通常使用全城跟监警戒来描述解放军的应对措施，而这次特别罕见地出现了全城抵近跟监警戒这种表述。有分析认为，抵近一词出现，或许说明解放军采取了更主动、更具压迫式的应对方式，应该是对美军警告力度的一次升级。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平台在其官方微博账号上发布了一张卫星图，指出中美战舰的距离应该是比较近的，大概也就几海里远。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你好。近期多地执法部门在执法检查中发现，台湾远东集团存在一系列违规行为，依据相关法律对涉事企业进行了处罚，但岛内有人将其称为恫吓台资企业，你有什么样的观察？对于远东集团相关企业的处罚是基于市场的规范和相关的法律，而远东集团是否是台独分裂分子的金主是另外一个问题。推进祖国的和平统一，首要的是要打击和遏制台独分裂分子，依据反分裂国家法等相关法律，为台独行为画下法律的红线。不仅要对从事台独分裂行为的个体进行惩罚，也要切断台独的资金和资源的来源。我想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而不能够混为一谈，进而认为说对远东集团的处罚就是恫吓整个台商和台资企业。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视察福建的时候提出两岸融合发展的战略，以通惠情促进两岸的融合发展。在这样的战略和政策之下，大陆怎么会去恫吓台企和台资呢？国台办发言人表示说，欢迎和支持台胞台企来大陆投资发展，依法保障台胞台企的正当权益的立场和态度没有改变。以通促统，两岸之间要应通尽通，包括基础设施的建设等等。在推进两岸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过程中，一些公路、铁路的路线规划也被提上日程。我想这是彰显了国家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的信心、耐心和决心。岛内一些人不能也不应该歪曲理解融合发展框架之下的交通网络的规划与设计。美台举行所谓的经济繁荣伙伴对话视频会议，美国国务院高官出席，你有哪些观察？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台关系不断的升级，国务院的高官访台，拜登上台之后，在打台湾牌这件事情上可以说是变本加厉，不但没有取消特朗普政府时期的错误的政策，而且升级了打牌的套路。现在来看，有两个非常清晰的套路，第一个就是给予台湾支持，将台湾作为制衡中国大陆的棋子。拜登政府虚化了一个中国的原则的内容，将台湾关系法以及所谓的6项承诺强加其上。台海局势的紧张为美国对台军售提供了发财的机会，这是美国政府一贯的套路。第二呢，就是拜登政府将产业链、供应链升级到了非常高的层面。在拜登的印太战略的框架之下，台湾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原因就在于台湾的半导体产业。美国要把台积电等半导体产业和企业纳入到美国主导的半导体产业联盟之中，以产业联盟来充实印太战略。值得关注的是，谈经济问题、产业问题，美国的国务院而不是贸易代表办公室或者商务部出面，只能说明美国将产业安全化了，变成了外交博弈的手段和筹码。美国要谈什么供应链韧性的问题？因为现在美国面临着供应链断裂的危机，但是美国在半导体供应链的问题上搞的就是排他性的断裂，人为制造供应链的危机。另外呢，美国借着台湾问题动员和忽悠欧洲国家介入到印太。最近美国和立陶宛进行所谓印太战略的对话，硬生生的把立陶宛拉入到印太，而且给立陶宛一个身份，就是北约成员国。背后的意图是非常的明确，那就是美国试图将北约拉入到印太。当然，美国要充实广阔的印太，以及将北大西洋公约变成印太战略的一部分，只是一种意图。我们需要关注和警惕，需要做出有针对性且有效的回应。对于美国的虚张声势，我们大可以漠视。一个立陶宛并不代表北约要印太化。好的，也谢谢孙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
中俄防长举行视频通话，双方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军战略协作，继续加强在战略演习、联合巡航等领域合作，为捍卫中俄两国核心利益、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稳定不断做出新贡献。中俄防长重点就今年中俄海上空中联合巡航进行总结，而且两国海空军司令员都参加了视频会议，这一安排有何深意？苏晓辉、陈斌点拨关键。中国和俄罗斯近期在多个领域传出合作的声音。中国国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与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周二举行视频通话，双方确认中俄将持续深化两军战略协作，继续加强在战略演习、联合巡航等领域合作，为捍卫中俄两国核心利益、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稳定不断做出新贡献。中俄在上周实施了第3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显示出中俄作为大国有责任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而在国际场合的互相支持，也体现出中俄友好关系维持高水平的发展。周二，中国外交部确认，俄罗斯总统普京接受邀请，将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据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期表示，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正在到处毫不掩饰地要求各国停止同俄罗斯还有中国开展经贸等各领域合作，但是俄方从没有向任何国家强加此类的条件。俄方尊重伙伴国家主权以及各国选择合作对象的权利。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周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拉夫罗夫外长的话发人深省，这个世界上是谁打着规则的旗号破坏规则？是谁在举着公平和非歧视的幌子损害市场秩序？又是谁高喊着合作的口号，在他国间正常的合作中搅局作梗？国际社会看得清清楚楚。我想强调的是，个别国家伙同盟友滥用国家力量，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意识形态化，这些举动不仅破坏国际贸易规则，损害全球供应链，割裂全球市场，最终也只会损人害己。赵立坚强调，有关方面应顺应时代潮流，摒弃冷战零和思维，切实维护公平正义、非歧视的市场环境，以实际行动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中俄近期在多个领域共同发声，维护国际秩序。周二，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与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举行视频通话。国防部发布的消息指出，今年中俄两军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入推进，特别是在联合演训领域实现新突破，取得新发展。双方表示，中俄团结如山，友谊牢不可破，将携手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两军战略协作，继续加强在战略演习、联合巡航等领域合作，为捍卫中俄两国核心利益、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稳定不断做出新贡献。俄国防部发布的消息则指出，中俄防长会谈的主要议题是总结今年在亚太地区举行的海空联合巡逻的成果。两国防长强调了中俄友谊不可动摇，关系牢固，并表达了对加强中俄武装力量举行战略性军事演习和联合巡逻的双方意愿。俄国防部通报称，今年以来，俄中各领域军事合作不断深化，两国武装力量在组织战斗训练活动领域的互动取得了显著发展。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绍伊古表示，俄中正在逐步加大联合军事训练的密度，两国陆海空三军互动不断。太平洋西北部的海上联合巡航、日本海和中国东海上空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都是两军合作的重要活动。中俄在通过联合巡航的方式来打破美国的围堵，来打破美国的两个岛链，告诉美国和美国的地区盟友，想要围堵中国和地区其他的国家，那么美方所设置的所谓的这种岛链是不存在的。中俄会通过战略力量的行动，会通过联合行动来迫使美方认识到，在这个地区不可能继续行使军事霸权的这样的一种现实的情境。值得注意的是，绍伊古在视频通话中还提到，美国空军战略轰炸机明显加强了在紧靠俄罗斯东部边境地区上空的活动。仅在2020年，美国空军战略轰炸机就在鄂霍次克海上空出现了22次，而在2019年仅有3次。在活动期间，美军战略轰炸机不断演练前出海外执行巡航导弹模拟打击任务。
邵伊古补充说，上述情况下，俄罗斯防空部队都会及时发现美国战略轰炸机，对其进行不间断跟踪监视，并采取措施，防止犯境事件的发生。他强调，美国空军战略轰炸机的这一活动不仅对俄罗斯，也对中国构成威胁。邵伊古进一步指出，面对这种情况，俄中之间的协调正在成为国际事务的稳定因素。到近时期，美国在针对俄罗斯的一系列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核威慑的意味是非常浓厚的，而实战的意味也是非常清晰的。这对于俄罗斯来说，在这个美国挑动大国竞争的过程当中，必然要把俄罗斯作为重要的战略对手。那同时呢，俄罗斯观察到的也是美国近时期的军事动作，不仅仅是针对俄罗斯进行围堵，对中国进行挑衅，同样呢，也有战略重心东移的一系列的态势。那么在俄罗斯东部采取的军事行动，明显涉及到太平洋、西太平洋地区。那么对于中国，对于亚太地区的安全也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动向。中俄防长通话让外界联想到上周五中俄实施的第3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当时中方派出2架轰 6K 飞机与俄方2架图95 MC 飞机联合编队，为日本海、东海有关空域组织联合巡航。根据中俄双方发布的消息，两军开展的第3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旨在进一步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升双方战略协作水平和联合行动能力，共同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此次行动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项目，不针对第三方。军事专家王明亮指出，这样的军事合作显示，中俄作为大国有责任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一个就是标志着中俄的这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又发展到了新的高度。我们这是第3次了嘛。第二呢，两个国家的空军，我们在提升这种跨国的联合作战能力方面，我们在推进的这么一个实际举措。第三，就是我们虽然不针对任何一个具体的第三国，但是我们都知道最近一段时期，在这个地区的安全形势是不那么稳定的，所以这个时候两个大国，我们要站出来，表达我们的维护和平稳定的这么一种姿态和决心。中俄合作在多个领域展开，两国关系也维持高水平发展。在周二的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介绍称，俄罗斯总统普京愉快地接受了北京冬奥会开幕式邀请，中俄正就来华具体事宜保持密切沟通。赵立坚表示，相信两国元首的冬奥之约将再次诠释中俄亲望亲好、邻望邻好的伙伴关系。从俄方与中方在体育赛事活动方面的一系列的互动，我们也可以看出的是，这才是未来新型国际关系的应有之义。不要把任何的体育赛事或者是涉及到一些公共卫生等方面的议题任意的进行政治化，这样的一系列的操作只能使国家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的复杂。在国际局势动荡的大背景下，中俄相互支持，为维护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提供正能量。俄罗斯媒体注意到，美国国务院网站上发布了所谓民主峰会的参会方名单，其中显示美国邀请110个国家和地区参加12月份的民主峰会，但俄罗斯和中国未被邀。美国政府官员表示，此次活动旨在启动未来关于民主的长期对话，各方将需要实现他们承诺的改革，以参加明年计划的后续峰会。颇为讽刺的是，在美国即将召开所谓的民主峰会之际，国际民主与选举援助研究所发布全球民主状况年度报告，美国首次被列为民主倒退国家。英国卫报报道称，该报告的合著者亚历山大·哈德森表示，过去1年间，美国公民自由度的下降和对政府的核查表明，该国民主基础存在严重问题。相关话题来连线推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中俄国防部长昨天举行视频通话，就两军深入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作出部署。那您是如何来看中俄军事合作的？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与俄罗斯方长绍伊古举行视频通话，这是本年度两国方长第3次沟通。昨天的会晤重点总结了双方在海上、空中联合巡航的事项，点出了中俄未来军事合作的细节。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方长说美国空军战略轰炸机明显地加强了在靠近俄罗斯东部边境地区上空的活动，其行动同样也是对中国构成了威胁。那么面对这种情况，俄中两国要合作，成为国际事务的稳定因素。美军轰炸机巡逻是在中俄军舰和战机上个月在日本海举行的联合海军演习之后进行的，这就意味着
美军加大了对中俄的军事对抗，而中俄呢也加强了军事合作，要在海上、空中加强联合巡航，反制美国的挑战，维护中俄两国核心利益。那么从今年呢中俄方长的3次会晤看，中俄军事合作呢从陆地走向海陆空，从战术演练走向战略演习，从两国安全扩展到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与稳定。两军的军事合作呢正在平衡美西方的新的联合。我想呢，中俄军事合作力度增强，范围扩大，既是两国共担维护世界和平责任的主动选择，也是美国呢把中俄视为头等对手以后的被动选择。既然美国呢把中俄视为对手，那中俄呢就得联手对付美国这个挑衅者、麻烦制造者。俄罗斯方长特别强调，中俄呢正在加大联合军事训练的密度，两国海陆空三军呢互动不断。那么太平洋西北部的海上联合巡航、日本海和东海上空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都是两军合作的重点项目。而从大势上看呢，这正好与美西方从太平洋东南部、东海加强军力互为犄角，形成战略平衡。可以说呀，中俄军事合作对台湾当局的以美谋独和美国的一台制华呢，也形成了一定的战略威慑和战略牵制。好的，也谢谢陈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为应对高企的汽油价格，美国总统拜登周二宣布，将从国家战略石油储备中释放约5000万桶原油，以降低汽油价格并抑制通货膨胀的上升。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究竟有多少？此次大规模释放能帮助美国度过这次油价高峰吗？来看看报道。当地时间周二，美国总统拜登宣布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国家战略石油储备释放，以应对美国内不断上涨的油价。其中包括1800万桶国会已批准的战略石油储备原油的销售，另有3200万桶原油将进入交易，并于未来数年内回补3200万桶原油进入战略石油储备。据路透社报道，美国目前的汽油价格平均约为每加仑3.4美元，创下7年来新高。So today I'm announcing that the largest ever release from the U.S. Strategic Petroleum Reserve to help provide the supply we need as we recover from this pandemic. In addition, I brought together other nations to contribute to the solution. India, Japan,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have agreed to release additional oil from their reserves. 拜登强调，这些安排需要时间，但在不久之后，美国公众应该会看到油价下降，而且随着美国转向清洁能源，美国将减少对石油的依赖。美国于1975年开始建立战略石油储备，根据能源部的数据，截至11月19号，美国国家战略石油储备量达6.045亿桶。此前，美国最大一次紧急释放发生在2011年，当时利比亚局势对全球油市供应造成影响，国际能源署宣布释放6000万桶石油储备，而美国释放的3000万桶是该行动的一部分。美国这个动用战略石油储备，更多的是打一场心理战，这个心理战主要的对象就是 OPEC。那么 OPEC 到目前为止还拒绝增加石油的产量 ，OPEC 可能会在一段时期之后采取一些有限的这个恢复、增加生产的这个原油生产的一些措施，以免它的这个利益受到损害。当然了，这要看这个双方博弈的这个态势，因为目前来看，双方的这个博弈态势还是绷得很紧。除美国之外，国际能源署的其他29个成员国，包括英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在内的国家，都拥有紧急石油储备。目前，英国政府已表示将释放150万桶，另外允许英国公司自愿释放部分石油储备。韩国政府表示决定参与共同释放石油储备计划，具体释放规模、时间和方式将在日后公布。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已正式宣布释放储备，这是日本首次为抑制油价上涨释放国家石油储备。据朝日新闻报道，日本曾在海湾战争和311日本大地震释放民间机构石油储备，迄今为止还没有释放国家石油储备的先例。此外，印度已宣布将释放500万桶原油储备，但有印度官员坦言，新德里当局早有打算出售一半石油储备，此次联合仅是象征意义。
外界对于美国及相关国家联合释放储备似乎也不看好。华盛顿邮报评价道，拜登此举所传递的信息政治意味更浓。目前，美国共和党的议员正在将油价上涨和供应短缺问题归咎于拜登政府减少钻油井和促进可再生能源，认为美国产量减少是导致油价上涨的主要原因。高盛则将战略石油储备释放规模比作大海中的一滴水。外界注意到，拜登在宣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国家战略石油储备释放的讲话中，还提及印度与中国。有白宫官员表示，这是美国第一次进行类似协调。美国白宫早前表示，美国将协同包括中国在内的5个国家，动用各自的国家战略石油储备，以降低汽油价格。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三回应称，中方会根据自身实际和需要，安排投放国家储备原油，以及采取其他维护市场稳定的必要措施，并及时公布相关信息。中国正在与有关方面，包括石油消费国和生产国，就此保持密切沟通，希望通过沟通和协作，确保石油市场长期平稳运行。稳定全球的这个油价是中美两国共同面临的任务，所以这也就说明了中美两国需要合作的面很广。只要中美扩大彼此之间的合作面，控制或缩小摩擦面，那么中美关系就能够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转。在南海撞山的美军海狼核潜艇康涅狄格号，在趴窝1个多月之后，已于上周离开关岛。外界预计该潜艇将会返回华盛顿州的布雷莫顿基地进行进一步维修。虽然康涅狄格号能否复原还不得而知，但据美国媒体披露，美军下一代攻击核潜艇总体上就是以海狼级核潜艇为模板。当地时间上周四，在关岛阿普拉海军基地经过40多天检查和维修后，康涅狄格号核潜艇驶离该基地。美国国防部官员也证实了该消息，并且特别强调，这艘潜艇是依靠自身动力开出港口。而对于这艘核潜艇的受损情况，美媒披露，损伤仅仅是在潜艇的前部。有分析指出，该潜艇10月2号发生海底碰撞事故后，能够完成紧急上浮，说明潜艇内部的压载水舱没有受到实质性损伤。此外，潜艇以自身动力在海面航渡到关岛，并向美国本土机动。初步判断，核反应堆和推进系统未受太大影响，装载的鱼雷也没有发生爆炸，因此这艘潜艇具备完全修复的前提和基础。零零星星爆出一些相关情况来讲呢，这个康涅狄格号在水下碰撞的时候，可能速度并不那么快，而且呢，它在关岛方向呢，据说也没有进行这个紧急维修，而且我们说从人员伤亡角度来讲，11个人受伤。那么跟美国之前核潜艇的一些水下碰撞的事故造成可能人员死亡或者是近100人伤亡来讲，应该来说这次碰撞的整个的规模，包括惨烈程度，可能还是比较低的。根据此前的卫星影像显示，康涅狄格号艇首上部的声纳导流罩已经严重变形或破损。外界认为该艇实际损坏程度远远超出美军公布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它必须返回华盛顿州的布雷莫顿进行维修的原因。从南海周边美海军基地分布和使用情况分析，美驻日横须贺海军基地、佐世保海军基地都只具备核潜艇靠泊、物资补给、人员休整条件，无法进行核潜艇修理。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的海军基地对于美国而言都是协议使用或演习访问使用，并不具备核潜艇停靠维修条件。而关岛仅有阿普拉一处海军基地，并未修建大型修船台或干船坞，而浮船坞又无法保障大吨位核潜艇维修需求。位于华盛顿州的布雷莫顿海军基地，实际上就是康涅狄格号核潜艇的母港。不过，该基地虽有6个大型干船坞用于核潜艇维修，但各干船坞可能都已排定工期。而康涅狄格号核潜艇碰撞事故又事出突然，维修计划和方案具体工期尚未确定。同时，该潜艇损坏的声纳系统等与美国其他型号核潜艇并不通用，也没有退役的同型潜艇可供部件替换，这些因素都加大了维修的成本与难度。怎么修多久，包括花多少钱啊？这个要看你碰撞的情况。那么近20年来讲，可能美国海军核潜艇最严重的碰撞之一是旧金山。旧金山号核潜艇呢，当时是在水下，也是类似于撞山这种情况，那么花费了7900万美元。但是这次是把艇上的航海长、艇长，包括副艇长，等于说是艇上的高级官员，那么一网打尽，全部都撤职了。
因此呢，我们说这一次可能更多的还是就是由于玩忽职守，由于这个指挥失当所导致的一个严重的事故。那么虽然可能人员伤亡没那么重，但是恶劣的程度也许要更大。外界预计，如果一切顺利，康涅狄格号完全修好，最快也需要1年时间。之后还必须经过测试等一系列程序，才能重新投入战备，并恢复在亚太部署。海狼级核潜艇作为美海军综合性能最先进的攻击型核潜艇，只生产部署了3艘，在作战任务上每一艘都无可替代。为了在印太地区谋求更具优势的军事存在，美军迫切希望康涅狄格号能够快速完成维修升级，最短时间内恢复战备状态。11月初相关调查报告出来之后呢，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决定，就是暂时让美国海军的整个核潜艇编队停止相关任务，全体去接受什么呢？接受这个安全的培训。但是反过来说呢，这么庞大几十艘的一个核潜艇编队大范围的停下来，那么当然也许有一些艇并没有真正停，比如说在南海区域的一些美国核潜艇可能还在，但是我们说总的来讲呢，它在全球水下的这种力量包括控制能力，可能在最近几周应该是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